杭州的梅雨已过多日，而为西格文采摘海陆花的我，还要用水元素力来让它们盛开。今日和往常一样，我上到海岸，下到海底进行着收集。突然，地图上的神童提示将我诱惑至一条海底隧道。收集完神童，我继续向下深潜，又发现一宝箱，宝箱被符文封印，但这难不倒我。凭借多年的冒险经验，吸取异色水母的能力，协同爆破了红恶棍和小小恶棍。没错，这不是我卖萌，这花在提瓦特大陆的学名就叫这个。打开精致宝箱，拿下5原石，好耶，离火龙王又更近一步。眼看着前方还有道路，于是我继续向前游去。期间遇到了水下巡游机关，二话不说，直接暴力拆除。枫丹机械在我面前撑不过2个回合，就变成了一堆破逃难题。收下齿轮后，继续向前探索，前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域呢？一个拐角后，岩壁上又出现了红恶棍和小小恶棍。击破这一处的障碍后，就来到了一处开阔的海底洞穴。洞穴中有一类似细胞核的生物。正当我想游进探查，刹那间画风一转，气氛一变，那生物伸出多根触手。文字提示：该水域受危险生物影响，会对身处其中的角色造成伤害。这可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习惯了提瓦特宝宝巴士的旅游氛围，突然进入到了紧张刺激的战斗中，还有一点不习惯。而因身处海中，我的队员无法施展平日拿手的技能，只能利用异色水母的爆炸能力进行作战。好在交互机制一眼就看明白了，连忙对这个急球包囊展开了反击。我们的北斗船长有着丰富的海战经验，水性过人，迅速就压制了怪物，并对本体展开了有效的攻击。但怪物在受到攻击后进入到了锁血的状态，并召唤了许多远海生物进行自卫反击，同时加剧了水中的剧毒，进一步污染了我的视力，扣血速度也加快不少。我急忙寻找水域中的复苏水团进行治疗，保持状态，继续击破它的触手。但没过2下，那怪物又进入到了锁血的状态，伸出的触手时间更短了，周围远海生物汇聚的也越来越多了。频繁的攻击和水中的剧毒让我队员的血量迅速减少，几次针对性的反击都屡屡扑空，复苏水团的消耗也随之加剧。虽然暂时还够用，但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一定不要介入怪物的节奏，要冷静。我来观察它的行动规律。荒龙派的大脑阿忍如是说道。主动出击不行，那就守株待兔。改变策略的我找到了反击的机会，结果意外发生了。由于过分专注眼前的反击视野，而忽略了后方远海生物的敌袭，阿忍牺牲了呀！不，我的977人呐！但怪物还在，此刻不应该悲伤。擅长水战的北斗船长挺身而出，硬扛几发伤害后，射出了一发歪弹。他们的攻击实在太猛烈了，我赶紧切出离月水神。水神行球在慌忙中发现了不远处的复苏水团，为全队回血后，怪物的触手竟正好伸到我的方向。那就怨不得我了，一发水母炸弹击破了他的锁血。此刻新仇旧恨一起算，阿忍牺牲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行球贴近本体后，一边释放炸弹，一边移动身形，没有给那些卑鄙狡猾的远海生物一丝机会。终于，我方获得了战斗的胜利。在怪物的残骸中，我们获得了一枚神秘矿石以及刷新出来的华丽宝箱，这可都是阿忍用生命换来的宝贝呀！而在不远处还有一颗水神童，他悄悄地注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不得不说啊，这一处洞穴的冒险设计呢，居然是原神这几个大版本中少有的，让我想起了开荒时候探索龙脊雪山的感受。我总结了一下整个流程，首先是通过神童来引导玩家发现海底的洞窟，然后用宝箱原模一步步的指引玩家前进，在玩家以为是一个悠闲的探索时，突然进入到紧张的战斗环节。那么这个战前部分是清晰的引导加反转，快速的抓住了玩家的注意力，而战斗部分呢，因为是水下作战，玩家进入到了一个和怪物对等的战力中，不再是陆上的秒杀割草，并且通过远海生物的攻击弹幕、水域的扣血、屏幕的暗角和循序渐进的怪物机制来提高对抗的难度。那整个过程是紧张又刺激。而到了战后奖励，一个任务道具、一个华丽宝箱以及一个神童，给的非常的丰盛，是能匹配上战斗难度的。那么虽然整个流程非常短，但风中效应设计的十分完整，所以给人的体验非常好。那这里的关键我觉得还是战斗时候的势均力敌，毕竟割草一时爽，割多了就很无聊，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呀。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是不是以后陆地上的战斗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设计呢？比如说现在地方传奇虽然强度很高，但是缺少了一些意外的邂逅感，玩家通常是做好了准备上门挑战，而不是大世界闲逛时候的遭遇战。那这样的设计就缺少了第一部分的节奏反转，而且地方传奇大家都反复挑战的，口香糖嚼多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搞，在玩家探索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一些强力且有机制限制的怪物，杀玩家一个措手不及。然后这些怪物呢是一次性的，打完给不错的奖励，宁缺毋滥嘛。当然如果玩家打不过，也可以选择绕远路。那这种不经意间的强者挑战，会不会让已经在提瓦特大陆称王称霸的旅行者感到一丝挑战的惊喜呢？毕竟纳塔也是战斗的国度，我觉得这么设计好像也很合理吧。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呢？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